我的朋友他们都骂我说你疯了吗？为什么不要北京户口？因为如果你有北京户口，你可以在北京买房子，有一些很好的工作，他们只会考虑有北京户口的人。对，以前他们需要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要户口本才可以结婚，但是现在他们都有身份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结婚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希望以后还是要用户口本结婚，我怕我的儿子有一天和一个小女孩拿着身份证去结婚。天哪！然后你都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对，有一天她突然告诉我，妈妈，我已经结婚了。大家好，这里是小瓜 Chinese， 我是魏轩。今天是我和小瓜 Chinese 的另一位老师萨萨一起录播客。大家好，我是萨萨。萨萨，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问。在中国，我怎么证明我是谁？好问题。很多时候都需要你证明你是谁。我觉得可以用很多东西，比如身份证，还有户口。如果你都没有，也可以用护照。户口和身份证有什么区别？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外国的朋友他们没有户口。对，很多别的国家的人没有听说过户口这个东西。那户口和身份证有什么区别？如果我有身份证，为什么我还需要一个户口呢？身份证比较常用，它可以证明你是谁。比如我是 Serena， 你是魏轩。但是户口本有更多东西，它可以知道我是谁，我住在哪里，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或者我的老公是谁，我的儿子是谁。对，我今天还拿出了我家的户口本，可以给大家看。你拿来了？对，这个是我家的户口本。萨萨，你家的应该和我家的长得一样吧？就是外面是一样的，对不对？一样，但是我没有拿。对，然后你看它就是有写，这个是我们家的房子的，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些人是谁。你家的户口本上有谁？我家的户口本上有3个人，我老公，我还有我女儿。对，然后如果这个房子是谁的，就是我老公，这个地方就有写，这个是户主的名字，就是我老公的名字。对，然后第1页这个就是他的，然后是他的所有的信息，比如说他叫什么，然后他以前叫什么，然后他在哪儿出生，还有他的性别，他是男人还是女人，还有他的民族、出生日期，还有他的身份证号，对，所有的关于这个人的信息。对，还有就是我家的地址是什么，不能让你们看到。对，如果这个户口本丢了，就大家都知道你们的所有信息。对，然后第2页就是我的信息，第3页就是我女儿的信息。对，我觉得中国的户口本好像都是长这个样子。对，那萨萨，你家的户口本上也是3个人吗？对，和你一样，是我老公还有我儿子。而且也是我的老公，他是在最前面，户主。对，就是他是这个房子的大老板。对，但是这是我结婚以后，因为我和我的老公买了这个房子，所以我们的户口换到这里。但是以前我的户口是和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在一个本子上，我的老公是和他的爸爸妈妈在一个本子上。对，
萨萨，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在北京工作，对不对？对那你以前有北京户口吗？啊，对，户口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一般就是你在哪里出生，你的爸爸妈妈是哪里人，那你的户口就是这个地方的。比如我在内蒙古的一个小城市出生，所以我的户口是这个小城市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北京出生，你的爸爸妈妈是北京人，那你也是北京户口。北京户口因为是大城市，所以更值钱。很多人想要这个北京户口。我听过很多人为了得到北京户口，他们会假结婚、假离婚。对，就像我说的，我以前和我爸爸妈妈在一个本子上，但是我可以找一个北京的男人和他假结婚，然后我把我的户口换到北京，再和他离婚，我就变成北京户口，北京人。那北京户口北京人，或者上海户口上海人，山东户口山东人，这个户口有什么用？为什么北京的就是很值钱？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上学的问题，就是你的户口在哪里，你就只能在这个地方上学。但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他们的学校可能好一点，所以很多人对想要这个户口，让他们的孩子在这里上学。对，还可以买房子。我身边有朋友，他们说啊，我想买一个在北京的房子，可是我不是北京户口，那怎么办？他们会找一个有北京户口的人，然后让那个人帮他们买房子，然后他们会用这个人的户口买北京的房子，但是他们会和这个人签一个买房子的合同，所以他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户口本，但是他们会有一个买房子的合同。明白。那房子上写的是这个北京人的名字，房子上写的是买房子的这个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对，感觉他们很很厉害，奇怪，对不对？因为他们说，哇，一定要用一个有北京户口的人才可以买这个房子。但是最后签合同的时候，那个名字是买房子的这个人他的名字，所以他要给这个北京户口的人一点好处，给他很多钱。对，很多钱。我的朋友说，他给了那个人差不多4万美元。很多。对对，就是用一下他的户口。对，所以说大城市的户口真的很值钱。对，是的。萨萨，你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有没有别的同事，他以前不是北京户口，但是后来他变成了北京户口？其实我的老公那个时候是有北京户口的，因为他在北京一个很好的公司，单位上班，他们是可以帮他办这个北京的户口。所以我们两个离开北京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因为如果我们离开北京，这个北京户口就不能用了，要换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很多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他们都骂我说：“你疯了吗？为什么不要北京户口？”因为如果你有北京户口，你可以在北京买房子，然后可能有一些很好的工作，他们只会考虑有北京户口的人，对，别的人可能不可以。
嗯，对，如果以后你有孩子，你的孩子也可以在北京上学，对，所以是很好的。这是因为这个大家觉得很可惜。那你呢？你和你老公，你们会觉得很可惜吗？有一点吧，因为就好像把很多钱扔了的感觉。但是，我们也有别的想法。在北京房子很贵，就算你可以买，你也没有钱买这个房子。我想问你的女儿，她现在是山东的户口。对，他是山东的户口，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的户口已经在山东了，所以我女儿的户口也在这儿。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要不我还是在内蒙古，因为在内蒙古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高考的时候可能分会比别人低一点，它的竞争会小一点。可是我觉得太麻烦了，因为现在中国它因为现在政府就是管这个户口很严格，你的户口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上学。对，因为会有人会骗政府，对，比如我的户口在内蒙古，可是我去很好的城市，我去北京，去上海，我去上很好的学校，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知识。然后高考的时候呢，他们又回内蒙古和别的学生一起考试，那其实对别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所以现在政府说不可以，对，你的户口在这儿，你就要在这儿上学。对，所以我觉得，太麻烦了，我们就在山东吧。但是山东高考的压力好像很大。对对对对，压力很大，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和一个山东人结婚了。对，我也是。长沙的学校很好，但是因为他的学校都很好，所以学生的压力也很大。萨萨，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和你老公很像，就是他们也都在北京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在北京工作。然后呢，我的同事他说：魏轩，你知道吗？我和公司说，可不可以让我的户口放在公司？因为公司是一个北京的公司，所以有一个北京户口可以给我。我说：哇，那很好哎，那你就同意呀？他说：可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会骗公司，你给了我北京户口。然后有的人就走了，他骗了公司的北京户口。对，所以他说公司要跟我签一个合同，我要保证5年我不会离开这个公司，我会一直在这个公司。如果我要走，我要离开这个公司，我要给公司钱，对，差不多$10,000。$10,000算比较少的，有一些会要很多很多钱。对，1年$10,000。比如我5年不走，如果我第1年走，那其实我还有4年，那我就是要给公司$40,000。对，我说，然后我跟他说，那你同意吧？我觉得你应该不会走的。然后呢，他就有了一个北京户口。可是后来他不喜欢这个公司，他要离开。然后公司说：好，不行，因为我们已经给了你北京户口，那你要给我们钱。然后他就去找公司最大的领导，他们去商量。最后因为领导说，其实这个北京户口还可以给别人，其实对公司来说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领导就说，那你走吧，你不用给公司钱了。我觉得他是很幸运的人，因为其他人是真的要给公司钱才可以走。可能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领导愿意让他不出这个钱。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跟他说，其实你可以再找一个别的工作，
用你的北京户口可以再找一个别的工作。对，在北京，如果你想考公务员，必须有北京户口。可是我想的那个工作不是一个很好的，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工作。也需要北京户口吗？对，要北京户口。在上海也有人他们这样做，就是一些有上海户口的人，他们会和外地人，就是不是上海户口的人结婚，然后帮他们在上海买房。对，我刚才想的是，你这个同事可以在把户口还给公司之前，先去找一个女朋友啊，他是男人吧？对对对对，他是男人。他可以先找一个女朋友，说我是北京人，来和我结婚。对，然后他骗一个房子，然后再走嘛。对，然后他们两个就用这个户口赚了很多钱。对，真的有。我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这个人他是上海户口，然后呢，他每年那个时候上海就是政府还没有对户口管得很严格，但是现在不可以呀。我是说以前，他说我一年可能会和3个女人结婚，然后我跟他们结婚，他们用我的上海户口买一个上海的房子，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离婚了。然后我再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还是一样的方法，我帮她再买一个房子。每次她结婚，她结一次婚，她都可以挣差不多人民币30万，所以差不多是4万美元。对，真的很赚钱。现在这个不行了，这个就是他的工作。对，现在不行了。现在好像我听说，如果你2个人在上海，他们结婚然后买房子，可能要5年或者几年以后，他们才可以就是把这个房子卖掉，或者才可以离婚。但是有一些政策就是防止人们这样假结婚假离婚。长沙是这样的，以前你的户口只能买一个房子，如果你买第2套房子就会贵一点，如果第3套房子就会再贵一点，它会不让你在一个户口里买那么多房子。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很有钱，我也不可以买很多房子。对，因为你的户口是和这些都有关系的，可以看到你有多少房子。那现在呢？现在可以吗？因为现在房子不好卖，所以很多以前的这些都没有了。以前没有长沙户口是不可以在长沙买房子的，现在也可以了。如果你是山东户口，你想在长沙买房子也可以。那听起来户口现在没有以前值钱了，是不是？可能吧。最重要的作用还是孩子上学。对，以前结婚的时候也要有户口。对，比如我跟我老公，我是内蒙古人，他是山东人，那我们结婚，要不然就是在内蒙古，要不然在山东，不可以去第3个城市。而且你们结婚的时候要拿着2个人的户口本一起去才可以结婚。但是现在不需要户口本，就是拿着身份证去就可以了。对，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好，因为有一些很年轻的人，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公或者老婆。以前他们需要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要户口本才可以结婚，但是现在他们都有身份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结婚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对啊，我想到以前看电视剧经常有，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妈妈不喜欢这个女孩子的男朋友，然后说不可以，你们不可以结婚，然后这个户口本我是一定不会给你的，你不要跟他结婚。对，然后这个小女孩她就是晚上会进她妈妈的房间，然后偷这个户口本和这个男人结婚。对，我也看到过。对，所以现在不需要了。对，而且
萨萨，这个事情是真的发生在我家。谁呀？我爸爸的姐姐，就是我姑姑，嗯，她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她偷她家的户口本，然后跟她的前夫结婚。所以他后来还是离婚了。对，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对，所以还是要有的时候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希望以后还是要用户口本结婚。我怕我的儿子有一天和一个小女孩拿着身份证去结婚。然后你都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对，太可怕了吧？很可怕。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妈妈，我已经结婚了。”她有北京户口，可以吗？那也不可以，还是结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不可以。不可以，要找一个很好的人才行。对，所以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人。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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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我同意。可能只有一个很好的户口已经不够了。对，他们又不是假结婚，他们是真的要结婚。对，哦，萨萨，我又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很有名的相亲的地方，然后他们那个相亲的条件就会有写，我的儿子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他会说，哦，这个女孩子要有北京户口或者要有上海户口，然后她要什么样的学历，她可能是本科，她是研究生或者硕士，对，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条件。如果一个人他是北京户口、上海户口，就会很受欢迎。是的，有的是他想要找一个北京户口或者上海户口的，所以他可以因为这个条件，不要别的条件，比如他可以找一个他觉得很丑的或者很矮的男人，只要他有上海户口或者北京户口就可以了。真的会有人会喜欢这样的男人吗？可能有一点丑，就不是他不能接受的那种。或者相反的，明白。就是如果你的条件很好，比如你很漂亮，你很有钱，你的工作也很好，你的性格也很好，但是你没有北京户口或者没有上海户口，可能不太容易能够找到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明白，那我肯定不行，我没有北京户口，我也没有上海户口。我也没有，但是我不在上海和北京找男朋友，所以不重要，没关系。对，萨萨，我们都是内蒙古人，然后我们都是因为结婚，所以我们的户口从内蒙古，然后变到了现在的城市。这个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好像实际上想换户口并不容易，对不对？对，其实我的户口不是因为结婚才到长沙的，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要买房子，在长沙必须有这里的户口，但是不是很容易说啊，我是内蒙人，我现在想成为长沙人，我就可以把你的户口换到长沙，不是，我是这里有一个政策，就是政府说的，如果你是研究生学历，你就是很有用的人，那你可以用你的研究生学历把户口从别的地方换到长沙来，但是如果你只是大学毕业，那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哦，原来是这样。那我的户口到山东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了，所以我就直接把我的户口放在了他的房子上。对，所以听起来好像我的要简单一点。其实也不简单，因为你至少要有一个房子。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对，在中国有一个房子已经很难了。对呀，房子很贵的。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也换过一次户口，也是因为上学。我出生的时候在很小的一个城市，我们那个地方学校很不好，因为学生也很少，老师也很少，所以我的爸爸很想让我到呼和浩特去上学，就是
内蒙古的最大的，也不是最大的，就是它的首府，省会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的户口想从一个小的地方换到大的地方是很难的。为什么？也要有房子才可以吗？因为很多人都是想变得更好嘛。如果很多人都想从一个小城市换到大城市，那小城市就没有人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很难。我的爷爷和奶奶他们有呼和浩特的户口我要把我的户口和他们放在一起，但是也不是说因为他们是这里的人就可以，也很麻烦，要找很多关系，要问很多人，有的时候可能还要给很多钱。现在可以吗？我觉得现在应该更难了。现在就是有很多像长沙一样的，有一些计划，你是很有用的人，你的学历很高，或者你有很多奖，你得过很多奖，这样的人可以帮你换户口。哇，听起来户口这个东西在中国真的很复杂，但是我们的生活又很需要户口。没有户口的人在中国不可能有，因为这样的人叫黑户，是会被抓走的。对，所以每个人都要有户口，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有用的人没用的人，对，都要有户口。出生1天的小宝宝就要去办这个户口。对，是的。OK， 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聊了一个可能只有在中国才有的东西，叫户口。你们听懂了吗？如果你有别的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感兴趣的东西，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下次再见吧。谢谢萨萨，拜拜。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在小瓜 Chinese，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